巧克力苦中带甜的滋味让人欲罢不能，越是纯粹越是酸苦，越是珍贵，像极了脆弱又美好的爱情，真是一个磨人的小妖精。情人节近在眼前，今天我们就来简单的讲一讲该如何驯服它。可可豆经历了发酵、干燥、烘烤、研磨、精炼才变成了巧克力，但这并不是旅行的终点，它还可以变换形态，变成漂亮的蛋糕装饰、闪亮的蹦蹦夹心巧克力等等。这一趴就是我们甜品师发光发热的地方。有没有小机灵鬼要举手抢答？这有什么好难的？不就是把巧克力融化，让它在不同的模具里凝固吗？ So easy。 有这种想法的在弹幕里打一，这是为了提醒你，少年人你大意了。小妖精它是不讲武德嘞，如果你这么干，你就会得到一堆没有光泽并且黏糊糊、咬起来丝毫不清脆的巧克力。这就要说到巧克力中最关键的成分可可脂了。为了保证品质和口感，专业甜品师通常只使用可可脂含量在 31% 以上的巧克力。就像小作精因为做作而可爱，有时候却让人恨不得揍一顿一样，可可脂也是这样让人又爱又恨。是它造就了巧克力让人着迷的口感，也是它让巧克力操作起来格外的麻烦。这一切都因为可可脂在不同的温度条件下形成不同的结晶，而这之中仅有一种结晶状态下的巧克力闪亮有光泽，凝固速度快，咬下去有清脆的响声，却入口即化。我们可以叫它好结晶。而每一次融化巧克力在凝固的过程中，结晶的形态都会发生变化。如果不加干预，放任它作天作地，你只会得到一堆坏的各有特色的结晶和很难凝固、黏黏糊糊、熔点低、从模具上抠都抠不下来的巧克力。而且不要一会儿，它脸上就布满了风霜，像是被熬夜掏空了身子的秃头少女。所以我们市面上所购买到的所有的巧克力都是经过了调温才可以出厂的，而每一次你融化巧克力之后，必须经过调温，在它再次凝结的时候，才会像之前一样拥有迷人的光泽和口感。就好比本来可可脂中大部分是好结晶时，整体手续善良，一旦原有的秩序被高温破坏，好结晶变成了坏结晶，整体就变成了混乱邪恶的状态。而调温的过程简单的来说，就是先把好结晶和坏结晶再次融化抹杀掉，接着通过控制温度还有搅拌的动作制定新的秩序。而在这个特定的温度里，好结晶重获新生，又变回了手续善良。也就是说，我们把巧克力融化到温度 A， 消灭掉所有的结晶，再降低到温度 B， 形成我们想要的好结晶，最后重新升温到适合操作的温度 C。 根据种类和可可脂含量的不同，调温过程中的这几个温度 A、B、C 会差个几度，但是过程和原理都是一样的。像瑞士莲、可可百利、法芙娜这种大厂出售的这样一包一包的调温巧克力当中，厂商会把不同产品的温度曲线标注在包装上。大宝，那超市里卖的一块块的巧克力呢？超市里贩售的成品巧克力可可脂含量最高通常也在 25% 以下，也是需要并且可以调温的，你只要按照之前的折线走就可以了。大宝，那要是巧克力没有可可脂，不就不用调温了吗？哎，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就是因为这样的想法，还有带可可脂的巧克力被创造了出来。它们不需要调温，操作起来非常的简单，价格低廉，经济适用。但是吃进嘴里就会觉得它很黏，并且难以融化。当然，它们在烘焙界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永远比不上含有可可脂的调温巧克力。纵使婉婉泪倾，但终究是错付了呀。那么现在我们说回调温的办法，我今天就讲一下比较常见的两种。第一种叫做 seeding， 也就是种子法，是我最常用的一种，它只需要温度计，而且清理起来相对简单。融化大部分的巧克力，再加入适量的拥有好结晶的巧克力作为种子。这些种子一方面降低巧克力的温度，另外一方面会作为结晶核，促进好结晶形成。简而言之呢，它就是酒吧里还没有人的时候，先来热场子的氛围组。咱们先用刮刀让他们努力的舞起来，爱的魔力转圈圈，然后等到其他结晶改邪归正，领悟到做天做地不如跳舞，一起加入了舞池，温度也降到了理想的状态，巧克力的调温就完成了。那么我们现在来实际操作一遍。以黑巧克力为例，我使用的是瑞士莲 34% 的黑巧克力，我大约需要调温200克左右的巧克力，把 70%大概是140克的巧克力融化到50度。可以使用水浴加热，就是你盆底垫一盆热水，但是你要小心水汽不要挨到巧克力，或者使用微波炉低火加热几十秒，搅拌再重复一直到50度，把巧克力离火冷却到37度。之后把有好结晶的巧克力60克左右分次加入盆里，不停地搅拌到31度。如果温度没有到31，而巧克力化完了，可以再加一些。有些版本说是这个时候要按照温度曲线降到29度，再回温到31，会更加保险一点。我们学校讲的课本里面是没有这一步的，所以我基本上是省略掉，也不太影响。使用油纸或者不锈钢的勺子啊、刀啊也行，蘸少量的巧克力，等它凝结，检查一下状态是不是那种不灵不灵的。这一过程的英文叫做 paper test， 目的是检测你的调温效果好不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使用了。在你操作的过程中，巧克力如果冷到了30度以下的时候就需要加热，但是不可以超过35度，否则就要重复这个调温的过程。由此可知，特别矫情的除了豌豆公主还有希尔顿，还有可能是巧克力。在这里，不知名省钱博主大宝向你推荐神器
吹风机，吹一吹，搅一搅，温度自然升高1-2度，不用担心过热。第二种 tabling 大理石调温法，它的优点在于快速，并且不需要氛围组就可以自嗨。依然是巧克力融化到50度，把2/3倒在大理石板上，用抹刀反复推开，利用大理石板的大比而容量，迅速的降温到29度，再倒回容器，混合另一半温度比较高的巧克力，最终温度为31度的时候就可以使用，等于是快速完成了升温、降温、升温的过程。我这儿大理石板死贵的，买不起，我就不演示了哈。大家将就看一看失恋巧克力之人的片段。我曾经对巧克力制作的印象就是从这儿来的，干净的厨房，闪亮亮的巧克力，帅气的主厨，梦幻的爱情。结果等我真的去上了烘焙学校以后，发现新手操作起来其实是这样的，简直就是买家秀。除了这2种办法以外，还有一些其他不太常用的办法，比如简单粗暴的按照温度曲线加热到50度，降温到29，再升温到31，或者剑走偏锋的料理机和吹风机大法，我就不一一展开了。这些原理都绕不开结晶和它的温度曲线，万变不离其宗。大宝，巧克力调温一定要用温度计吗？我建议一定要用，因为作为一个小作精，巧克力它对温度真的是非常的较劲，除非你比较有经验，然后对它的脾性摸得非常的准，但如果是这样，你也不会来看我的视频了，对吧？经过调温以后，这个小妖精被你训得服服帖帖，随便摆弄。可以简单的做一个巧克力硬币，在裱花袋里装上巧克力，挤一个圆圈，撒上喜欢的干果和果干。也可以用模具做一些蹦蹦夹心巧克力。今天只是讲了这么少量的巧克力调温知识啊，一支视频都快塞不下了。而我本身作为甜品师而不是巧克力师，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人觉得蛋糕啊、翻糖、巧克力、糖衣听起来都是甜品这个同一领域的，但实际上每一种都值得花费很多年去好好学习。我觉得这就是甜品的魅力之一，不管你入行多久啊，永远有新的技能、新的材料、新的知识等你。如果你对它也感兴趣，那么点击关注，我们一起学习探索吧。我是张大宝，别忘了一键3连，咱们下次再见，拜拜。